大哥是如何管理金丝雀的啊？一定不是纯靠物质，单靠物质维系的关系，最后被反噬的一定是男人。这两句话呀，是两性关系里最现实的真相。毕竟人性啊，贪财好色是本能，经不起考验的。所以说，不管你现在的感情是长期还是短期，还是说是金丝雀还是笼中鸟，那今天的内容认真听啊！我会把男人在感情里面的付出拆解透彻，让你的每一次投入都能够达到超预期的效果。开始之前啊，我们先来看2个私信。第一个呢，这个兄弟跟我说什么？焦哥，我一个月给他花了10个的零花钱，每个月真的只需要见3次就可以了，之前还挺好的，但现在他说宁愿把钱还给我都要跟我分开，我该怎么办？第二个兄弟啊，我花了3个月的时间才追到他，他全身上下的衣服、裙子、包包，甚至是腕表、手链，还有高跟鞋，全都是我买的。但为什么我在他面前还是很卑微，就像他的仆人一样，得不到一点尊重，甚至出去逛街手都不能牵他的。他也只是一个10几万粉丝的网红而已，他在担心什么 ？OK， 我为什么要把这2个私信分享出来？太经典了，这就是当别人都在说什么有钱就行了，有钱什么样的女人得不到啊？真正有实力的兄弟呢，他们的感情甚至是比一些黄毛还要痛苦。他们想不通为什么那个女人到最后居然连物质都愿意放下了，也要离开他。为什么这个男人有实力，而且这个男人是愿意付出的哦，但是他依然还是关系低微。现在我告诉你们，给我听清楚了，边际效应递减。这个是一个心理学的一个概念，也有可能你们之前在我的视频没有听过也是这些行为背后的一个心理动机。兄弟们，你们一定要知道，不管你们是正常的情侣关系还是特殊关系，但只要沾上感情，付出这个事儿你就不能没有门槛的。说个不好听的员工上班拿工资，那都是他付出了劳动的，对吧？然后给你带来了结果，所以你给但是你是什么？你是先得利再发工资。在感情呢，对方纯是捡钱的，他只需要弯腰就 OK 了，甚至有些还不用弯，挺直了腰板就有人送他，就送这个在他的手里，对不对 ？OK， 这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是很爽的他是开心的。就像第一个兄弟他一个月花了10个刚开始几个月呢，这个女生肯定是非常高兴的，多巴胺是疯狂的分泌甚至兄弟他自己也说了呀，说之前相处的好好的，对不对？但问题出在哪儿了呢？出在每个月10个，那你不就是在考验人性了吗？你给到第5个月、第6个月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寻思了，10个感觉不够花呀，10个感觉也不多1年也存不下来什么钱怎么还是在给我转10个？怎么不给我转15到20呢？他的基因就会促进他干嘛？就打开了人性底色的贪婪，所以说他才会开始闹情绪，这是正常的。这个时候女生一般会干嘛呀？会发作，会闹，甚至会开始冷淡你。OK， 你一个习惯了掌控全局的人，遇到这种情况，你肯定会烦的。你会觉得我给了你那么多，你到底还在闹什么，对吧？但是你还是不想放弃他，因为你依赖他给你的情绪支点，你需要他存在于你的生活里。好，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加大投入吗？万一有一天加不动了呢？那又该怎么办？所以听我的他现在对物质刺激已经脱敏了，你需要的是情绪上给予的刺激。这是为什么我开头讲的是大哥管理金丝雀一定不可能是只靠物质的，因为你得让他把这个付出当成你对他的认可，甚至是奖励，那他对你的付出的这个敏感度才能够长期的保持，才能够明白自己现在到底是什么定位，而这个也是直接打破边际效应递减的方法。那具体怎么做呢？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女生她给你撒娇说，哎呀 Frank Muller 那款白金满钻款好漂亮你给我买吗？兄弟，买吗？我相信如果说你实力不错，你就直接买了，对吧？毕竟人家都已经撒娇了，你不买你脸上挂不住但各位财神爷的下场就是别人缺钱了就拜你，拜完了就忘了，忘完就浪。这种主动找你报金币的情况，你们就应该把门槛给他递出去。买可以你得先给我个理由。我身边又不缺能够花我钱的人，但缺的是让我觉得值得的人当然这只是索取的时候的这个设置的门槛。还有一种呢，就是提前立好规矩。就比如说大部分的这个金丝雀在索取之前，他都表现的都蛮乖的。OK， 一般之后你就是他们的要求，你们也会答应的非常爽快。这么做确实也没有错，得到了情绪价值了嘛，对吧？但是你不能让他觉得他每一次都能够成功比如说你之前随口一提的这个穿搭，对吧？他穿来见你了，表现的非常的好，
那你就可以跟他讲说，哎，希望今天的乖巧不是装的啊。我这个人还是蛮喜欢走真诚这一卦的。如果说你有狐狸尾巴呢，哎，你就给我夹好了，我可不喜欢的啊。然后你再摸摸他的脑袋。就算他有想法现在他也必须得吞下去。当然兄弟们要注意教哥不是在教你们抠毕竟没有食物再好的笼子呢也关不住想飞的鸟的。我们是要干嘛？把你付出的不确定性以及你自身对他的感受和依赖度的不确定性给拿出来，这样他在每一次开口之前他就会有忌惮有期待，那心有忌惮对吧他就会有尊重，那当然得到正反馈的时候呢自然也就会更珍惜。这样一来你的每一次付出都能够得到翻倍的效果，因为在随机奖励意识之下他比你更知道珍惜。当然如果说刚开始你就这么做的话，一定会遇到一个情况，就是女生跟你闹她跟你生气，因为你们前期是没有立规矩这个步骤的，对吧 OK， 那不管是什么情况，如果说对方在关系里面一边享受着你的付出一边又跟你闹，那这种情况下你肯定是不爽的我是知道的。但是兄弟请记住我下面要给你们讲的话，宁愿刚不要怂，就是你一定不能去妥协，也不要去搞什么破财消灾那一套，因为女生她是能够感受到你的不爽的，她也知道你不高兴，但是如果说她发现你能够为她不断的妥协，那久而久之你的威严就会被慢慢的模糊掉。所以记住，下次她跟你闹让你非常的烦躁了，那你就可以完全直接跟她说什么物质价值和情绪价值你只能选择一个，如果你两个都想要的话，那你该找一个舔狗了，然后去赌他能够发财，而不是来烦我你既表达了你的不爽，又不会显得很小气。那你这句话一旦说完了之后呢，他当场可能就老实了，甚至还会跟你道歉，而且以后的相处当中他也不会时不时的想起这句话，然后他就会更多的去在乎你的感受。不过我想提醒一下说完之后呢，最好找个机会带他出去溜一溜，比如说最近这样你挺乖的嘛去收拾一下，我带你出去逛逛街我带你出去旅游这个就是恩威并施，奖惩有度。他会知道你的好只给值得的人，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资格要的，那他自然就会自发的去改变自己，然后去照顾你的这个体验感。所以说为什么很多自身实力还蛮雄厚的兄弟，你们处理不好短暂关系，其实是因为你们在物质关系里面得不到应有的体验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你的框架还有就是你的个人的主体性跟你的财富还有实力是匹配不上的。所以说你再有 money， 但是你不知道如何正确的去花，不知道如何高效的去拿到结果，那不也等于零吗？你受的伤害只会比别人更多当然如果说你也想经营一段优质的关系或者说你想要在这个现阶段的这个关系当中提高自己的一个体验感，焦哥不在这里随时滴滴。还是那句话多学人性，多用人性，用人性去经营好优质关系。